锦里、锦江、锦官城这些名字都是从何而来的呢？我们在成都的蜀锦织造博物馆里就能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。这边不仅全面介绍了蜀锦的历史，还让我回忆起了很多看展的往事，而这一切体验都是和老朋友南希一起来到这个博物馆开始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我们目前在这个地儿是成都的蜀锦织绣博物馆，待会儿我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我们是2023年11月去的，在成都坐地铁5号线，从青羊宫闭口出来，然后一路往前走，过桥走一小段，就能抵达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。参观这个博物馆本身是免费的，如果要手搓一份工艺品带回去，就选这个最热销的自制团扇，价格是88块8毛，这是我过后才发现的，当时没发现就没体验。进门第一层是商店，参观的话要往楼下走，在下楼的时候能看到一片摆满了织机的地方，估计这边就是体验的区域。博物馆我走了不少，但我从没亲手体验这种工艺，每次要么是参观成品，要么是参观设备，这次一忙活也给忘了。下来之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蜀锦的荣誉牌，以及关于蜀锦跨国贸易史的简单介绍。这个位置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图，当年的蜀锦和很多中国其他的货物一起被销往了亚洲、欧洲、非洲等各处。这里要重点关注一个贸易重镇泉州。当初我逛国博的时候，曾看过一个名叫宋元海丝宴的展览，就是展览原力拉面的那个地方。海丝指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，泉州作为贸易重镇，是财富流通的必经之路，肉过手流油，必然也会有财富沉淀。彼时的泉州，30-40年前的香港，还有当今的诸多沿海城市，莫不如是。然后我们继续看展，就能从墙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蚕丛。从名字上推断，这位古蜀国帝王大概率是一位养蚕高手。蚕丛是远古时代的人，这足以证明蜀地的养蚕习俗是由来已久。那时候蜀锦可能还不叫蜀锦，但必然有近似的产物出现。再往后则是蜀锦的历史，率先登场的是古蜀字的由来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人民大会堂的那期视频里，四川厅出现过2排古蜀字？它的详细解释就在眼前的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里。蜀从虫，它就是桑中蚕的象形字，也证明种桑养蚕的生活习俗在蜀地已有悠久的历史。再往后是商周时期的纺织品复原，中原这边的商朝对应的是四川的三星堆时代，所以这边还特意展示了青铜立人像身上那身衣服修复后的样貌。再往后是秦汉时期，很多耳熟能详的词都是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。比如说在汉朝，官方设立了景官这个职位来管理当地的蜀锦生产，所以成都又名景官城。因为织锦的人多，所以大家都在江边洗洗晒晒，锦绣的光彩倒映在水面上，此江便被称为锦江。这名字要是给我的话，那我就是徐锦江了，就可以演爱情电影了。而织锦工匠们所在的宿舍区则被人们称为锦里。以上这些名字都是从汉朝流传下来的。在之后的那些朝代，蜀锦也在不断的发展，不过发展的方向咱们刚才说过了，那就是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对内对外产生贸易，从而促进了天府之国的繁荣。过完主展区后边还有一个小展厅，这边讲的历史线和刚才看到的也差不多，但这边有一个知识点是新的，那就是在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大力推行蜀锦，同时依靠蜀锦的贸易得到了不少经济效益，甚至蜀锦技术都被传播到南中，也就是孟获待的那地方去了。我们眼前看到的蜀锦便是历史和现实的桥梁，仿佛那些史书中的大人物就站在这些锦缎的背后一般。后边的小展厅里展出了康熙帝御制的耕织图，原件收藏在故宫，上回公开展览还是5年前，下回指不定是什么时候。我给你们找了个低配版的，北京颐和园西北侧的长廊里边有石刻版的耕织图，原件是乾隆年间造的，已经残缺不全了，这个是复刻版，但起码全乎。后边的水操学堂里边还有电子版的耕织图石刻，也很全乎，到时候选一个看就好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我竟然在这边看到了官员身上穿的补子，文官袍服上织的是禽，武官袍服上绣的是兽。
这些补子都是锦绣，可见蜀锦乃至于锦绣的织造技艺，不仅在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回忆，更是全方位的渗透到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中。它是古人生活中的一环，也是我们对成都的印象之一，更是一张被传播到世界各处的中国名片。如今在网红城市的光环下，它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，但锦江、锦里、锦官城这些名字却仍被广为传唱，那便是新时代的蜀锦印象。它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从未远离过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